前段时间成功修复了老板凳后信心膨胀，现在开始折腾折叠楼梯了。现在还在实验阶段，但感觉能成。想的是楼梯折起来后能释放出空间，好给女儿做个儿童梳妆台和衣柜。中间发了朋友圈后，不少人也对 DIY 感兴趣，觉得没事在家修个东西做个什么比玩手机强。问的比较多的就是怎么选具。先说两个大类，按外形分为直具、日式具和框具。框具就是最传统的那种木工具。快速告诉你结论，新手不建议选框具，理由就是它的物理形态太考验技术了。它最适合的就是脚踩着上下着锯东西，而在常见的桌子上水平锯东西时很容易摆动，导致你锯歪。这个非常考验技术，需要练很久才能锯得直。而直锯就非常好发力，能和手、胳膊、手肘非常容易的形成一条直线，锯起来轻松又直，非常适合新手。哪怕你是零基础，锯的效果也远比框具要好得多。框具的体积也大，我这把还是40厘米小号的，中号大号更宽更长。接着就是非常重要的锯齿类型，也就是顺锯和截锯的区别了。木头常见两种锯开方式，按木头纤维的方向竖着剖开，以及横向的截断，对应的就是顺锯和截锯。因为按照木头纤维方向很容易就能开料，所以顺锯都是大细的单齿，这样可以快速的化开木料。而横向截断就比较费劲了，要斩断所有纤维，同时也要考虑排泄，所以截锯的锯齿都为密而小的锯齿，并有刃，这样它就可以快速锯断纤维加排出木屑。那这两种能换着用吗？可以是可以，就是很慢，费时费力。然后就是锯片大小的区别，也就是大锯小锯的区别。大锯的锯片大，锯齿就大，锯面就长，就好发力，效率高，但工作时需要的空间也大，动作也大，收纳也略占地方。小锯则适合狭小的空间，大锯施展不开的地方。效率上没有特别大的区别，但小锯更好收纳。还有一点更大的区别是，小锯的锯片一般更薄，锯路更窄更细。其实最主要还是和你操作的木料大小有关系，大木料用大锯，小木料用小锯嘛。接着是锯片的厚度和可弯曲的程度。不是说锯片能弯就不是好锯啊，因为它可以边锯边走弯线和斜线，也可以临时拿来去榫头，而且它也能更好的被辅助工具给固定。而有夹背的这种叫夹背锯，它就不好锯弯线和斜线，因为它锯片太硬，但它截断时的发力是真舒服，可以完全放开的去推拉，不用担心锯片被别到。但它有个缺点，就是锯不了太深的料，因为它的夹背会挡。稍微大点的木板你也得竖着平着交替着锯才行，不然也锯不到底。还有一种很贵很薄的锯叫榫锯，它主要是做微型小型家具开燕尾榫和去榫头时用的。它极细的锯路可以开得很精准和薄，和普通的这种手锯对比一下，这个锯路差别很明显。处理边边角角和小型工件时只能用它。我这把是 0.6 的，更窄的还有 0.4 的，又薄又能弯，去榫头又快又干净。这种叫线锯，也叫拉花锯，它的锯齿长这样。它的作用是走弧线和做造型用的，做不规则的图形或者梳子都得用它，因为它就是一条细线，所以可以往任意方向去拐来拐去的。做燕尾榫用它的也比较多，因为你锯子下不去，它又不想用凿子，就可以用它把榫头给锯断。最后这两种呢都是钢锯，它是微型的顺锯，锯齿非常小，它其实主要是锯金属和塑料管的比较多，钢筋它都能锯断。好烫好烫。木头也可以锯，但是因为它锯齿小，所以效率很慢。偶尔应下急可以，只用它的话就非常慢和累，不推荐。和木工的截锯对比下，效率差别非常明显。
新手最合适的其实就是双面锯加榫锯，这样无论是大小的空间、顺锯、截锯，还是效率和可操作性就都满足了。特别这种边角处，大锯就很难起头，就可以用榫锯先锯个边边，剩下再用大锯干活。如果你考虑过做燕尾榫，或者说做图形，比如说做个梳子之类的，那就可以再入一把线锯。要是觉得双面锯太大，不好操作，不好放，也可以买这种硬点的小锯，不过它都是截锯比较多，竖切的时候效率会慢一些，但胜在体积小，好操作，好收纳。另外，锯东西一定要配个台钳，大块开料截断可以用脚踩着或者跪着压着，小件没台钳真不行。我这个规格是80型的，选这个规格就足够。锯到底是买国产还是买国外，这要看你日常锯料的硬度和频率。避免前期投入太高的话，还是建议先国产，亲测国产足够锋利耐用。另外看锯刃有没有淬火，淬火后的锯刃会更硬，不容易卷刃；淬火后的锯刃会发黑，长这样；没淬火是这样。等锯的频率和件数多了，对精度有要求时再上电动也不迟。这就是另外一个篇章了，我们回头再分享。好了，本期就到这里，我是空哥，我们下期再见。